喝醉了在游泳池不安全，上来。我不想回去，我就想在这儿醒醒酒。随便你。你真的不怕我像我姐那样淹死吗？不要轻易说淹死这个词，对谁都不好。今天是我的婚礼，你这样闹有意思吗？浩明哥，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甚至那一天的阳光，空气中散发的味道，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原本以为我可以潇洒的放手，但你今天真的结婚了。当我看到你步入礼堂，我才知道，原来我根本不可能接受。杨浩明，我爱你。我已经结婚了，请你自重。你是说那个女人吗？你别以为她是什么纯情小白兔，她一见面就跟我装亲热装姐妹，不就是想知道我们什么关系吗？那个许愿心机深得很。你为什么要和他结婚？今天你在婚礼上面的协助已经非常卖力了，也没必要有任何的发散性想法，大可不必。如果你酒醒了，快点回去吧。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邀您精彩继续。不会赶不上飞机吧？不会。浩明哥，妍妍姐，你们这就要去蜜月了吗？对啊。你昨天替我挡了这么多酒，身体没事吧？我昨天都醉得一塌糊涂，我连怎么回家的我都有点忘了。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有闹出什么乱子吧？没有。那我就放心了。妍妍姐，你们先聊吧，我在车上等你。听浩明哥说你们蜜月要去伦敦，那边有家牛排馆很好吃，以前浩明哥经常带我去吃。你浩明哥还带你去过哪些地方？麻烦你都整理好发给我。喝了酒就别进泳池，容易被淹死。
望一个美好的家庭，便在作文里虚构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后来他还将自己的姓改成了和外婆的一样。18岁的我改了名字，从乔妍成为许妍，跟姥姥姓。我想做的只有一件事，让姥姥过上好日子。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作为母亲，连自己的女儿不吃鸡蛋都不知道吗？虽然许妍对于父母的回答天衣无缝，但沈母一直都对她的身份抱有怀疑的心态。于是，在饭桌上，她一直都在观察许妍一家，试图在他们身上看出一些破绽。很快，她发现许妍的母亲不停地给许妍加鸡蛋吃，可许妍却纹丝不动，很明显是不能吃鸡蛋的。有的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要听实话。这番话说的许妍差点招架不住，但她很快就有了对策。先是对沈母说对不起，说自己说谎了，表示自己从小是跟姥姥在一起生活，父母为了前程抛下她很早就出国工作了，所以自己基本没怎么见过他们。接着她对沈母打起感情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说自己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父爱和母爱。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浩明，不是因为要结婚，我想我根本不会联系他们。其实许妍在这里也算是说了真话，她从小确实跟姥姥一起生活，父母将她生下就不管不顾，只将姐姐带在身边。但6岁的时候，姥姥为了让她能有学上，坚持让女儿把她带了回去。许妍本以为回到家里会得到父母的疼爱，可到了才发现，在这个家里她仿佛是个外人，父母只疼爱姐姐，他们还嫌弃自己是个累赘。本以为只要好好学习，拿到好的成绩，就会得到父母的疼爱。可在上高中的时候，因为家里没有钱，父亲为了能让姐姐考大学，还特意到学校不让她再继续读下去。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我正在跟你的老师谈话。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凭我是你爸，凭我是一家之主。任凭许妍怎么哀求，父亲就是无动于衷，还一个劲地说家里穷，让许妍懂点事。可许妍却不明白，明明自己和姐姐都是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姐姐就能考大学，能得到他们全部的宠爱？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对我这么偏心啊？为什么好的都要给小李？我难道不是你的亲生的吗？我究竟是什么坏孩子？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吗？怎料父亲听完后，非但没有感到愧疚，反而觉得许妍不孝顺，恼羞成怒下，直接打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彻底将许妍的幻想破灭，他不再期待父母的爱。好在家里还有姥姥陪着他，他哭着跑回家，不停地拍着门呼喊着姥姥。来了来了。许妍抱着姥姥，发誓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自此后，许妍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兼职，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一家电视台当策划，但她的目的是当一名主持人，奈何没有人脉，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而没有背景的她成为主播的发泄筒。为了保住工作，许妍只能忍气吞声。但很快事情就迎来了转机。在一次采访中，她结识了一名超级富二代沈浩明，男人帅气多金又体贴温柔，见他很冷，直接关掉了空调，宁愿自己热得脱衣服，也没有一句怨言。会议结束后，许妍因为发烧直接晕倒了，沈浩明赶忙将她接住。等许妍醒来后，看见了自己手上的卡通创可贴，心里顿时暖暖的。这是许妍除了姥姥以后第一个对她有善意的人，所以不免对眼前的男人产生了别样的感情。刚才护士拔针之后，我怕你继续流血，所以帮你贴了创可贴。经历过这次后，两人接触久了就慢慢在一起了。沈浩明更是带着她回家见父母，可沈母却对他不满意，处处刁难他。而为了嫁入豪门，许妍不得不捏造身份，将自己打造成白富美。可身在豪门的沈母对许妍的身份很是怀疑。一顿饭后，他开门见山地询问许妍。许妍见状，为了圆谎开始卖惨，而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只有眼前的父母和身份是假的。他的卖惨也成功打破了沈母的怀疑。
有格局的不多。想要抓住每一次翻盘的机会，就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过就是拿你有的换你要的。许岩，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有野心有手段？我能挖独家，能做全链条，有专业能力，我凭什么不争不抢？我从来不觉得有野心有手段是句坏话，就当你在夸我了。原来许岩通过策划的家宴节目，收视率一路飙升，不仅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主持人位子，还不用看电台一姐的脸色。可对方却很不服气，认定许岩就是靠富二代男友才有的今天，甚至以前辈的身份提前来抢许岩的化妆时间。许岩不想为难化妆师，便让他先化妆，可孙思维却不依不饶，嘲讽许岩就录了一次节目，就以为能和自己平起平坐了。许岩听完后并没有生气，而是拿出自己的成绩，表示不仅仅是这个节目，还有其他节目邀请他，而且自己的节目播的时候平均收视率是4，孙思维的却是1，谁有实力这不是很明显？孙思维听完后瞬间破防，嘲讽许岩要不是绑上了个富二代男友，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收视率？还造谣许岩的策划案是不是都是男朋友买的？但许岩丝毫没有生气，而是微笑着对了回去，气得孙思维直接摔了化妆刷。可他明明记得许岩刚来公司的时候，家里只有一个姥姥，什么时候有一对父母在国外，还成了高知家庭。小助理觉得许岩有没有可能是富家千金隐瞒身份，勤工俭学体验生活？毕竟她要嫁的还是建筑业的太子爷，身份肯定是经过调查的。但即使这样，孙思维还是对许岩的身世抱有怀疑。另一边，沈浩明来接许岩，许岩很是高兴，还让他帮自己选一下下一次节目的菜系。而沈浩明为了庆祝他成为主持人，特意挑选了一串珍珠项链给他戴上。但许岩却表示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新闻主持。沈浩明听完后鼓励他，既然想要就努力去做。可许岩深知自己跟男友的出身不同，他根本不会体会到自己一路的艰辛。新闻主播竞争是很激烈的，更别说我这种从来没有播过新闻的人，难上加难的。对于别人或许很难，但对于你，我一直对你很有信心。我总觉得你可以把不可能化为可能。两人现在看似幸福，但许岩内心却无比纠结。如果男友知道自己的身份后，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对自己？隔天，许岩来到沈家，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亲生父亲，瞬间就起了生理反应。但为了不让沈家人看出异样，他只能强忍着内心的不适。这时，沈父询问他知不知山西的大云县，许岩直截了当的承认，并且说自己姥姥就是那里的人。现在大云县发展的非常不错了，变化挺大的。另一边，乔家父母在县城里开着一家理发店，在他们眼里，许岩在比乔林优秀，依旧偏心乔林。我记得小的那个去上班了，你说有什么用？平时连个电话也没有，就逢年过节啊发一条信息，还是我们家琳琳好，安安心心的待在父母身边，那才是我们的小棉袄。与此同时，乔林在上班的时候被骚扰，他忍无可忍，直接回击了过去，没想到反被对方倒打一耙，被抓到了警察局。最后还是男友将她接了回去，可回去后非但没有得到安慰，反而被男友父母一个劲的指责，觉得这件事闹到警局很是丢人，认为他就是个惹事精配不上自己的儿子，根本不给乔林说话的机会。而乔林的男友也是个窝囊的，两人在商量婚事的时候，男友一切听父亲的，将婚礼的花费细节全部都报给他，就连收的礼金不跟自己商量，都要悉数交给父母，甚至面对母亲对乔林的诋毁也一句话也不说。此刻的乔林再也忍不了，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要说的话。阿姨，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别在这阴阳怪气的行吗？我阴阳怪气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成天横冲直撞的，怎么什么事都不过你大脑啊？今天的事情明明是乔林受了委屈，可男友父母却一个劲的怪他，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男友的事业。夫妻俩的嘴根本就像机关枪一样，嘟嘟嘟的说个不停，让乔林根本没有一个缓和的余地。乔林看了看窝囊的男友，终于忍不住选择分手不结婚。可乔家父母得知后，嘴里边都是说男友是银行工作，要多好有多好，根本没有顾虑过他愿不愿意。于是乔林决定离开这个家，去大城市找妹妹许妍。为了成功嫁入豪门，穷女孩将自己伪造成名媛千金。可就在她成功骗过未来公婆，即将和男友结婚的时候，乡下的亲姐姐却找了过来。妍妍，乔妍。乔林很高兴能再次见到妹妹，可许妍压根不想见到她。她现在只想先把乔林支走，因为男友马上就要过来接自己了。但乔林拉着她就往外走，可越不希望什么就越来什么。两人刚走出去，就迎面撞上了沈浩明。妹妹好。这位是？我是你表姐，她来找我。乔林没想到妹妹竟然告诉男友自己是她的表姐，但她并没有当面拆穿。随后许妍将沈浩明支走后，带着乔林来到酒店。乔林再也忍不住质问许妍，为什么不跟男友说自己是她的亲姐姐？我和姥姥落在一个户口本上，我姓许，不姓乔，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我的亲人只有姥姥。乔林听到妹妹说的那些话，心里不伤心是假的，但她是既得利者，根本不知道许妍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难。
在他眼里，许妍就是乔家的一份子，是他的亲妹妹。可自从乔家父母将所有宠爱都给了他后，许妍就不再对那个家抱有希望了。而乔琳也没有想到妹妹会对自己这么抵触，要是知道，她说什么也不会过来找她。现在没有外人在，许妍也懒得装，直接说明自己并不欢迎这个姐姐的到来。如果她只是待几天就走的话，自己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仁至义尽了。希望乔琳能够识趣自行离开，因为她没有义务照顾这个不是亲的姐姐。说完就走了，但临走前再次强调了自己现在姓许。我姓许，许妍。乔琳听到妹妹说这些话很是震惊，心里边就以为她是绑上了有钱的男朋友，想要赶紧贴亲自己这个贫穷的亲戚。下了电梯后，许妍给姐姐转了1万用作这几天的开销，乔琳二话不说心安理得的收下了。在回去的路上，许妍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她的出生就不被期待，父母生完姐姐后想要再生个男孩，可自己偏偏是个女孩，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父亲嫌她是个累赘不想要，是姥姥一把屎一把尿将她带到了6岁。后来因为到了上小学的年纪，爸妈迫不得已才把她给接了回去。就在她以为能得到爸妈的宠爱时，看到的却是他们对姐姐的爱。家里煤气罐没有关闭，姐姐和自己都晕倒了，但是爸爸却选择救姐姐。之后也发现了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为了能生活下去，他变得乖巧懂事，学习成绩也是学校最优秀的。但是爸爸却因为家里困难不让自己参加高考，甚至把家里的那份钱供给姐姐复读考大学。许妍真的忍不住了，觉得爸爸根本就不爱自己。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吗？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一次一次的证明你们有多么不爱我？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成为你们的女儿？小时候的许妍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爱自己，自己只有姥姥。爸爸的那一巴掌打在她的脸上，许妍觉得自己真的是被亲人抛弃的人。她跑着回家找姥姥。姥姥，姥姥，来了。其实姥姥也知道自己这个孙女受了很多的苦，就这样奶孙2个人相依为命过了很多年，直到渐渐长大，许妍还是不想回到那个令人痛苦的家里面。突然一通电话将许妍的回忆拉回了现实，原来是沈浩明邀请她来看自己培养的花。许妍听着沈浩明说，面前的这朵花因为一生只开1朵，所以说需要前期不断的经历挫折和打磨才能够绽放出更美的花。这让她觉得沈浩明就像自己要拼命绽放的花一样，自己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只要能跟他永远的在一起，一切都是值得的。可现实真跟他想的一样吗？这个绝对是他生命的绝唱。那个表姐之前没有听你提过，我们的婚礼要不要邀请她？是远房亲戚，本来也不太熟，还是算了吧。让人万万没想到，许妍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婚礼中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竟狠下心将情同手足的姐姐乔琳说成是远房亲戚，还以各种理由认为婚礼不必邀请她前来。此时的远房亲戚正身处一间狭小且简陋的出租屋内，不仅将豪华的酒店给退了，还将许妍给的钱给退了。给个台阶还不下了，臭妹妹，臭许妍，当没你这个妹妹。然而就在乔琳独自在出租屋内时，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竟是她的前男友发来的。原来前男友这次是因为父母的事情，想要向乔琳道歉，并且请求她能够回到自己身边。可乔琳早已看清了这个渣男的真面目，面对他的请求，只冷冷地在手机上回复了一个滚字。可这渣男并不死心，为了请求乔琳的原谅，他竟来到了那间他们曾经熟悉的理发店。乔琳的父母满心欢喜，还满心期待着能和这位曾经的女婿一起喝酒聊聊天。然而渣男却带来了一个让他们震惊的消息，乔琳已经离开了。我们俩分手了。乔琳的父母得知女儿去了荆州，心里便隐隐觉得女儿此去必然会去找许妍，于是他们心急如焚地拨通了许妍的电话，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挂断的忙音。为了找到大女儿，2位老人没有丝毫犹豫，按照2年前许妍留下的地址，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荆州的路途。当他们风尘仆仆地来到那个小区时，许妍正好带着沈浩明一家人出现在了小区里。许妍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父母，那一刻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小妍，妍妍。而就在这时，真正的2家人就这样毫无预兆地见面了。许妍精心编织的所有谎言，在这一瞬间如同泡沫一般被无情地戳破。沈浩明一家人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后，脸上满是愤怒与失望。他们认为许妍是为了骗婚才做出这一系列的事情，于是纷纷开始责怪许妍的所作所为，指责声如同潮水一般向许妍涌来，让她有些招架不住。就在许妍感到绝望的时候，于阿姨轻轻地将她唤醒。原来刚刚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许妍自己想象出来的场景罢了。就在这时，沈浩明突然说道：下午3点3叔的飞机就要到了，
众人无奈之下，只能暂时放弃做客，选择去接机。在送别沈浩明一家人后，许妍的爸妈也发现了他，随后他们也来到了这个充满故事的地方。于是真假父母在此刻戏剧性的相见了。假父母看到情况不妙，连忙解释自己是婚庆公司的人，然后便匆匆离开了此处。真父母看着即将结婚的许妍，内心开始慌张起来。他们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隐瞒这么多事情，而此时的许妍却冷冷地说出自己不打算邀请父母前来参加自己的婚礼。这句话如同利刃一般刺痛了父母的心。愤怒的父母刚要发作，许妍却将姐姐的地址告诉了他们，然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许妍的父母按照地址来到了大女儿乔琳的出租屋内。在寸土寸金的荆州，乔琳只能合租一间小小的房间，生活过得十分拮据。这次她打算在荆州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开启新的生活。在与父母的交谈中，乔琳竟然得知了妹妹许妍竟然打算结婚的消息。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经过，她来到了许妍的家门外。就在家门外，乔琳看到了许妍的假父母，随后从许妍那里得知了一切真相后，乔琳终于明白了妹妹最近做出这些荒唐事情的原因。你说你如果以后跟沈浩明结婚了，你打算怎么办？继续骗他一辈子。原来许妍一直渴望嫁入沈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不惜编织一个又一个谎言，甚至伤害到了身边最亲近的人。然而许妍却觉得以后的事情可以以后再慢慢解决。在她看来，为了能够嫁入沈家，自己只能做出这些看似过分的事情。此时的许妍眼中闪烁着一种坚定的光芒，她终于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当她第一次看见沈浩明的时候，仿佛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明。沈浩明是她见过唯一一个对她负责的人，在她心中，沈浩明就是那个能带她走出困境走向幸福的人。为了这份所谓的幸福，她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那万一沈家人知道怎么办？你怎么收场呀？你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你还打算继续骗呀？你说你这么聪明，你干嘛干这么愚蠢的事儿呢？在他看来，谎言终究有被拆穿的那一天，到那时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可能化为泡影。可此时的许妍却陷入了自己的执念之中，她觉得自己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而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更是她生命中的救赎，是她无论如何都要紧紧抓住的。在她心中，事业和爱情缺一不可，她坚信自己有能力将这两者都牢牢掌控在手中。告别姐姐后，许妍独自坐在家中，品尝着姥姥亲手做的桂花蜜。就在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是沈浩明打来的电话。原来沈浩明在查看婚礼名单时，发现自家那边来参加婚礼的家人数量众多，而许妍这边却只有她的爸妈和2位同事。许妍见状只好无奈地解释，称家中亲戚平时不常走动，彼此关系比较疏远，所以不想邀请他们前来参加婚礼。就在这时，沈浩明不经意间提到了姥姥，他眼中闪烁着温柔的光芒，诚恳地说自己想陪着许妍一同回去探望姥姥。许妍心中一紧，她深知如果沈浩明一同前往，自己的谎言将会彻底暴露。于是她急中生智，以公司业务正处于关键时期，需要她亲自处理为由，巧妙地拦住了沈浩明。挂断电话后，许妍陷入了沉思，她绞尽脑汁地思索着该如何继续圆这个谎言。就在这时，母亲的电话打了进来。母亲在电话那头鼓起勇气说，自己毕竟是许妍的父母，无论如何都想要参加女儿的婚礼。然而没等母亲把话说完，许妍便心急如焚地挂断了电话。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的意外，她迅速将电话备注中原本的妈改成了母亲的真实姓名。经历了这场电话风波后，许妍决定搭乘大巴车回到那个熟悉的姥姥家。当大巴车缓缓停下，高叔开着那辆三蹦子前来接她。坐在三蹦子上，许妍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那个充满温暖和回忆的地方。三蹦子一路颠簸前行，终于停在了姥姥家的小院前。许妍迫不及待地走进院子，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忙碌的姥姥。姥姥正站在凳子上，小心翼翼地摘着桂花。许妍心中一酸，赶忙快步上前，轻轻扶着姥姥从凳子上下来。随后她挽起袖子，帮助姥姥采桂花。这不是今年嘛，雨水多，天又冷，我怕呀，这些桂花要是再不摘完的话，过了花期了，以后甜甜的桂花酱就做不了了呀。然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夜幕降临，许妍和姥姥坐在院子中的石凳上，吃着新鲜的水果，月光洒在他们身上，为这个宁静的夜晚增添了几分温馨。许妍犹豫了许久，终于鼓起勇气向姥姥说起了自己谈的那个男朋友，还提到自己打算下个月就结婚。姥姥听到这个消息，脸上立刻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可许妍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悦，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复杂的情绪。随后她缓缓地说起了爸妈来到了荆州，还表示自己和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多少感情，所以不想让他们来参加婚礼。姥姥心里有数了，我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不会让他们再去荆州了。姥姥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许妍，她原本打算把许妍的婚礼办得漂漂亮亮的，让所有人都看到她的幸福。然而许妍却委婉地说起路途太远了，不希望姥姥太折腾。可听到许妍这样说，
他知道许岩有自己的难处，于是姥姥便说起自己不想去了，并让他以后带来结婚照片就行。那一夜对于许岩和姥姥来说都是一场揪心的夜晚。当许岩将剩下的水果放进冰箱时，意外地看到了冰箱中满满的都是姥姥亲手做的桂花蜜。那一瓶瓶桂花蜜仿佛是姥姥对他无声的爱。许岩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滑落。对姥姥的感情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爆发，那些被他压抑在心底的思念和愧疚，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而出。我一定会接你到荆州去，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在返程的途中，许岩再次回想起以前家里没有人记得他的生日，只有姥姥记得，每年都会把他叫回来过。是姥姥供他读完高中，考上大学。上大学的时候，是姥姥拿出一辈子的积蓄给他，所以许岩什么都不在乎，他只想赚很多很多的钱，让姥姥过上好日子。所以上大学后，他一个人打好几份工，给别人当家教，穿上厚厚的玩偶服宣传，在饭店干服务员，一直忙到深夜都舍不得打车，把赚到的钱除了留够生活费，全部都给姥姥打了回去。哎呦，妍妍，你怎么又给姥姥挤钱了呢？姥姥一个人花不了这么多钱的，倒是你在外面读书，你肯定花钱的地方很多呀。吃饭你不许给我省啊，多喝牛奶，多吃鸡蛋，还有那个叫什么维生素、营养补充啊，对吧？我知道了。这么多年，要不是姥姥，他也不会坚持到现在。我告诉自己，只有通过勤奋和努力，才能帮自己翻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只有让自己强大，才是一劳永逸的事。只有达到所有的目标，才能弥补我所有的过失。回到荆州后，许岩的生活又迎来了新的变化。刚与他见面的沈浩明满心欢喜地送给他一颗20克拉的大钻戒。此时的许岩心中五味杂陈，他深知自己曾经为了某些目的撒下了谎言，如今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弥补那些过失，去报答那些自己对不起的人。第二天，沈浩明来到公司，意外地见到了一个老朋友方磊。沈总好，我叫方雷，接下来为您汇报178号地的风险评估报告。方磊身着干练的职业装出现在沈浩明面前，随后他开始有条不紊地给沈浩明介绍对于本次竞拍土地的看法。他的见解独到而深刻，让沈浩明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下班之后，沈浩明特意找上了方磊，他心中充满了好奇，便问起方磊为何一声不响地回国并来到自己的公司。方磊嘴角微微上扬，打趣地回绝了这个问题。接着他拿出了一张曾经大学时期沈浩明送给自己的衣服照片。你大2的时候在皮划艇大学生联赛上赢得了这件奖品，我说喜欢，你二话不说就送给我了，我超级开心。然而他们2人的举动却被一旁的许岩看得一清二楚。许岩发信息告诉沈浩明自己已经到楼下了。接到信息的沈浩明下意识地向方磊展示起手中的戒指，语气坚定地说自己准备结婚了，还表示有机会会介绍给他认识。说完他便匆匆告别了这位老同学。但很快许岩和方磊便迎来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许岩打听到方磊在学做菜，便也来到了厨房之中。他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说起2人似乎在金达集团见过。方磊微微一愣，随即露出了礼貌的微笑。你好，我是许岩。你好，我是方磊。我是沈浩明的未婚妻。此时
然而就在他刚要迈出步伐追上去的时候，舍友突然冒了出来将他拦住。我要试眼影。哦，原来舍友是来试用化妆品的。乔琳心中虽有些无奈，但还是热情地接待起来。可谁能想到舍友这一试用，便耽搁了乔琳大量时间，而且最终一个化妆品也没买。乔琳无奈之下只好拿出规定，告知舍友一个人1周只能试用6次化妆品。没想到舍友不但不理解，反而声称之前没这个规定，还警告乔琳小心自己投诉他。说完便匆匆离开了，留下乔琳呆愣在原地。下班后，乔琳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出租屋，刚进门就意外听到了舍友在打电话。你们别舍不得花，早上吃几个鸡蛋都算来算去，能几个钱呀？好，知道你能赚，但是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啊。从电话内容中，乔琳得知舍友省下化妆品的钱是为了能让远在老家的父母过上好日子。这一刻，乔琳心中五味杂陈，被舍友的孝心深深打动。她没有丝毫犹豫，拿出一堆化妆品送给了舍友。这些都是你试过的试用装，我带了点新的回来给你，以后你就自己在家画吧，别去柜台麻烦我了啊。你老去柜台麻烦我，我就净得伺候你了，我怎么赚钱？舍友收到化妆品后，或许也觉得过意不去，便搬来1箱牛奶作为感谢。这份朴实的情谊让出租屋里的氛围多了几分温暖。可命运似乎并未打算就此放过乔琳。第二天在库房搬运物品时，意外突然降临，经理接了个电话的间隙，乔琳的手臂不慎被上方掉落的货物砸到，钻心的疼痛袭来，但乔琳咬着牙还想坚持继续工作。好心的经理见状赶忙劝说她去医院，于是在舍友的陪同下，二人匆匆赶往医院。来到医院后，乔琳独自走进门诊室，医生一番熟练的操作后，成功将乔琳的手臂复位，并给她戴上了手臂吊带。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就在这时，医生缓缓摘下了口罩，乔琳定睛一看，竟是当天在商场遇到的暗恋同学于一鸣。一时间，乔琳又惊又喜，心中泛起层层涟漪。于一鸣关切地询问起乔琳家人的情况，得知乔琳的家人都在老家，只有许岩还在荆州。原来于一鸣曾向许岩表白却被拒绝，此次见到乔琳，便想通过他再次见到许岩，于是提议让许岩来医院接乔琳。不久后，许岩匆匆赶到医院，看到受伤的乔琳，他急忙询问情况，得知并无大碍后，便与这位曾经的老同学于一鸣聊了起来。于一鸣看着眼前曾经的白月光许岩，心中满是感慨。二人开始深入了解彼此的现状。交谈间，于一鸣注意到许岩手上那枚耀眼的20克拉大钻戒。你结婚了？上个月。瞬间明白二人之间已再无可能，心中不禁涌起一丝失落。随后他默默返回了自己的科室。然而此时的乔琳却已被于一鸣深深吸引，目光始终追随着他的背影。随后许岩带着乔琳回到那间狭小且简陋的出租屋，看着屋内仅有一个卫生间，家具也不齐全的环境，并且他看出乔琳铁了心要留在荆州打拼，便决定帮他改善居住条件，同时也为了减少自己日后的麻烦。当天晚上，搬家人员便上门准备将乔琳的东西搬到对面的房子里。乔琳本想拒绝，他觉得这样太麻烦许岩了。许岩见状便提起小时候乔琳对自己的帮助，这份情谊许岩从未忘记。就在乔琳依旧有些犹豫时，许岩说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抗拒的理由。我忘记告诉你，新家公寓邻居是于一鸣。不用搬了，几位大哥。搬得搬。那个对不起啊，刚刚那个我帮你们搭包去。当听到新家的邻居是于一鸣，乔琳的态度立马360度大反转，立马就搬家。许岩对这个姐姐很了解，他也知道姐姐一直都暗恋于一鸣，所以他就是故意这么做的。乔琳搬过去的第一天大早就收到了于一鸣的早餐，这让他万分惊喜。乔琳啊，你手不方便，给你买的早餐。许岩一心盼着姐姐乔琳能过上好日子，他不仅精心安排让于一鸣成了乔琳的邻居，还特意拜托于一鸣在生活上多多照顾姐姐。对，一会儿我把食堂菜单发给你，中午想吃什么你就告诉我。走了，拜拜。此刻的乔琳拿着手机专注地翻看着菜单，脑海里满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却不知一场风波正悄然酝酿。另一边，许岩的前男友林涛正在家中遭受父母的严厉训斥。原来林涛父母得知乔琳的父母购置了一处门市房，便不假思索地认定那是用了他们给儿子的彩礼钱。老两口气愤不已，责令儿子立刻去把彩礼钱追回来。林涛无奈之下只得发消息给乔琳，却惊愕地发现自己的微信和电话都被拉黑了。走投无路的他只好前往荆州，去找已成为家宴主持人的许岩。当林涛赶到许岩之处，却被安保人员以没有证件为由拦了下来。他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里面，心中满是焦急与愤怒。而此时的许岩正和于一鸣在公司外面的餐厅见面。然而二人见面，一方面是为了感谢于一鸣对乔琳的照顾，另一方面于一鸣也希望能劝说许岩和乔琳缓解关系，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姐妹。然而许岩心中有着自己难以言说的过往，那些经历如同伤疤，不愿轻易被人揭开。
他打断了于一鸣的话，表示保持现状就足够了。就在这时，林涛竟意外找了上来，他看到许岩和于一鸣在一起，顿时怒火中烧，认定是许岩在背后捣鬼，才导致自己和乔林分手。许岩见状，急忙起身准备出去和林涛好好解释，可林涛情绪激动，一把将他推倒在地。恰在此时，许岩突然瞥见之前刁难自己的同事出现在餐厅外面，他深知自己目前的身份不宜暴露，情急之下便对林涛说可以带他去见乔林。林涛信以为真，二人匆匆离开了餐厅。等那位同事来到餐厅时，于一鸣并未提及刚才发生的事情，表示刚刚二人只是撞在一起，没什么事情。随后许岩带着林涛来到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说给林涛听。可林涛却固执地认为分手是别人的错，始终不肯面对现实。许岩见状，严肃地告诉他，二人已经分手，没有任何关系了，不允许他再去干涉乔林的生活。为了彻底解决此事，许岩还提出自己可以把彩礼钱全还给他。然而林涛却依旧不依不饶，眼看没办法从许岩这里得到满意的结果，竟准备去许岩的公司耍无赖。哎，这准是彩礼的事吗？我要的是人。我不知道。不说是吧？那我就天天来，我上你们单。之后这处台阶缺失了一角，父亲本想着找人修补，却被年幼的沈浩明拦了下来。沈浩明凭借着自己稚嫩却充满创意的想法，亲手制作出了这个石雕。此刻在柔和的月光下，许岩看着石雕上面有一只小熊和一扇窗户，他意识到这只小熊就如同小时候的沈浩明，躲在房间中。虽然内心可能充满了孤单与无助，但他却总是把所有的不开心都深埋在心底，只展现出开心快乐的一面给外人看。所以我就给他安了一盏小灯，希望可以驱赶走那些不开心的阴霾，不再这么孤单。
也就在这个时候，许岩希望沈浩明能明白，真正的伴侣不仅能看到他的光芒，更能与他一同分担生活中的风雨。终于，浩明被许岩的真诚和温暖所打动，那道一直紧闭的内心防线渐渐有了松动的迹象。他轻轻将许岩拥入怀中，二人在这静谧的夜晚紧紧相依。为了帮助沈浩明解决18号地项目的难题，许岩开始四处奔走，积极打听对方公司黄总的消息。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和多方打听，他终于得知黄总为人十分古怪。原来黄总的老婆曾经身患重病，黄总不顾一切地放下所有的工作和生活，全心全意地陪着老婆四处看病。然而尽管他付出了所有的努力，倾尽了所有的心血，最终还是没能保住老婆的生命。这件事对黄总的打击极大，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彻底打乱。此后他的许多行为都变得十分奇怪。如今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就只剩下在养老院的岳母于淑芬。于是一个计划在许岩的脑海中逐渐成型。第二天，许岩以捐款的名义精心准备后，成功来到了养老院。在与工作人员一番客套的交流后，他便怀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准备前去见于淑芬。当他终于见到于淑芬时，却发现老人已经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且处于中晚期，状态十分不好。老人的眼神迷茫而空洞，不仅拿着扫把到处击打，嘴里还念念有词，又用手里的泥巴捏成素丸子。也就在这个时候，许岩想起了姥姥做的素丸子，那熟悉的味道和温暖的场景，如同电影般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回放。晚上回到家，许岩便和姥姥开始打视频电话，让姥姥指导自己做丸子。第二天，许岩再次去拜访于淑芬，他先是从包里拿出精心准备的美味桂花蛋糕，随后许岩想起之前了解到的信息，说起他和自己的姥姥都是支援边疆建设的第一批援疆人，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回忆。果然，这一番话语让于淑芬暂时稳定了下来。然而就在许岩准备喂她吃蛋糕的时候，老人突然又一次失去了记忆，他眼神变得迷茫而警惕，认为许岩是小偷，不仅将蛋糕弄在许岩的身上，还紧张地拿出自己的泥巴丸子开始查看。眼看自己的泥巴丸子没缺少后，许岩便拿出自己亲手制作的素丸子。当于淑芬看到这熟悉的素丸子时，眼神中闪过一丝惊喜和熟悉，她的病情似乎在这一刻缓解了很多。在许岩温柔的安慰下，于淑芬开始吃起了蛋糕。许岩知道自己的这个计划或许能为解决18号地项目的难题带来一丝转机。许岩始终怀着满满的耐心与爱心，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养老院陪伴于淑芬。他知道对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而言，陪伴与关怀是治疗病情的良药。许岩日复一日来到养老院，陪于淑芬坐在电视机前，和他一起看着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电视节目。锻炼时间到了，许岩会和于淑芬一起做操，到了吃药的时间，许岩更是格外用心，想方设法看着老人把药吃下去。终于在许岩日复一日的悉心照料下，奇迹终于出现了。于淑芬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她那原本混沌的眼神中渐渐有了清晰的光彩，甚至还能清晰地认出这个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女孩。您刚才叫我什么？这就许岩。您记得我名字了？我一直记着你的名字呀。于淑芬病情的好转，自然也引起了黄总的注意。黄总平时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来看望岳母，但每次来都能看到许岩在这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老人。他看着许岩耐心地为岳母做出的这些事情，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感动。他意识到这个女孩是多么的伟大，于是黄总开始多方打听许岩的身份。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得知，原来这个一直默默照顾自己岳母的女孩，竟然是沈浩明的妻子。随后黄总约上了沈浩明。这段时间，你爱人许岩经常去照顾我岳母，我岳母的病情也得到了缓解，状态也比之前好了许多。难道你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过。这次见面，黄总表面上说是想和沈浩明一起打球娱乐一下，然而随着交流的深入，话题逐渐转到了工作上。沈浩明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开始有条理地分析起黄总公司目前面临的问题。他指出，如今黄总的公司正面临着明远集团的激烈竞争，在市场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而只有2家公司展开合作，才能整合资源，发挥各自的优势，完美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让黄总的公司顺利进入核心的竞争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打完球一起吃个饭，到时候详聊。然而就在沈浩明和黄总为了合作事宜积极沟通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正悄然袭来。和许岩处处作对的孙思维对许岩充满了嫉妒和敌意。这天他从同事这里突然看到一则新闻，新闻上报道了一名女子利用假身份请演员先后和3个男人举办婚礼，从中骗取了巨额彩礼。这则新闻瞬间吸引了孙思维的注意力，就在他仔细看新闻图片的时候，突然觉得图片上的演员有些眼熟。他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之前不久许岩结婚的场景，当时许岩在整个公司只邀
邀请了主任和一位闺蜜参加婚礼，这让孙思维一直心存疑虑。此刻这个念头如同野草一般在他心中疯长起来。于是孙思维来到主任的办公室，他手里拿着一盒茶叶，脸上堆满了虚伪的笑容，说是来给主任送茶叶的，实际上想要得到主任手机中的照片。他装作不经意地和主任聊起天，然后表示自己想要看看许妍婚礼的布置，说是想为自己以后结婚做打算。主任没有多想，便把手机递给了他。孙思维接过手机，装作认真查看的样子，实际上却在悄悄地将照片传到自己手机上。得到照片后，他迫不及待地开始对比刚刚看到的新闻。果然，他发现照片上的两个人竟然出奇的相像。此刻许妍的父亲是演员的事情暴露无遗，孙思维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立刻找到了自己多年来一直联系的狗仔，在狗仔的指引下，成功找到了许妍的假父亲。孙思维和狗仔气势汹汹地来到假父亲面前，准备拉着他上车，想从他口中套出更多关于许妍的秘密。然而这位假父亲显然不愿意配合，他皱着眉头，一脸不悦地表明自己根本不认识许妍，还强调自己压根都不姓许。他试图挣脱孙思维和狗仔的拉扯。你别着急，我现在不需要你承认什么。我们既然能找到你呢，肯定就不是毫无根据的喽。合作一下吧。他带着小助理找到假扮许妍父亲的高亮杰，威胁他配合自己，想着在台里推举财经主播的时候给许妍致命一击。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来到许妍面前说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话。你放心，我的这个样片绝对真实，而且足够震撼。他的话许妍并没有在意，而是时刻准备自己竞争财经主持人。他的表现极为出色，评委们很是满意。隔天孙思维特意邀请许妍做自己节目的嘉宾，许妍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并没有答应。可就在这时，主任出来助攻孙思维，无奈之下许妍只好答应。节目开始后，孙思维先是向大家讲述了最近骗取高价彩礼的那个新闻，接着又请来了高亮杰。许妍看见他的那一刻很是惊讶，孙思维看见后觉得自己稳赢。他打开许妍婚礼的照片做对比，还不停地质问两人之间的关系。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本人？你是不是许妍的假冒父亲？请你正面回答。许妍见状站起来，把事情的焦点转移到两人的竞争之上。所有人都明白孙思维的能力不行，是他羡慕嫉妒自己，所以才请人来陷害他。可孙思维看着许妍慌张表情，料定自己挖到的就是王牌。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你到底有没有假扮许妍的父亲？看着孙思维在那里犀利地说话，在座的同事们也有一点震惊，此刻都在下面小声的议论。一时之间，许妍的身份就这样被大家怀疑，她也顿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而孙思维看到许妍有点慌张的样子，觉得自己这个王牌简直是太炸裂了。看到对方反应不过来的那种表情，更是到达了制高点的高兴。可他万万没想到事情会迎来反转，高亮杰临时变卦。不是，那人不是我。高先生，您这儿有块胎记对吧？啊，对，我这儿有胎记，你看这儿。大家拿出照片仔细对比，发现婚礼上的男人脖子上根本没有胎记。原来许妍在孙思维威胁自己后，便猜到他可能查到了一些东西，于是他约见了高亮杰，商量做了这场局。而且早在之前，许妍就让男人遮盖胎记，也算是他的一张保命符。此刻的孙思维彻底懵了，他认定两人就是串通好了。串通好了是吧？在这给我做局呢！我劝你冷静一点。这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因为节目失误，孙思维就这样被主任停职，还失去了竞选财经主持人的机会。事后许妍找到孙思维，让他不要再想着对付自己。孙思维很是气愤，责骂许妍就是个无所不用其极的骗子，连给自己提鞋都不配。而许妍并没有反驳回去，他余光中瞥见沈浩明来了，于是他故意靠近孙思维，激怒了这个蠢货。如许妍所料，女人被激怒后狠狠扇了他一巴掌。沈浩明看见后，立马冲过来关心许妍，而许妍则换上一副被欺负楚楚可怜的模样。你演什么呢？你是孙思维？我是。通知法务部，放下所有手头工作。我爱人遭遇职场霸凌，让他们马上出方案，追究他的责任。他叫孙思维。孙思维终究为自己的蠢付出了代价，而许妍则顺利成为了财经新闻的主持人。欢迎收看财经新闻，我是主持人许妍。穷女孩捏造千金身份嫁入豪门后，用自己的实力不仅帮丈夫拉到了合作，还让婆婆对她百依百顺，甚至家里的保姆都对她的印象改变。我觉得你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哪里不一样？你现在啊，更像这个家的女主人。唯有家里的小弟弟对她意见颇大。原来自从许妍嫁给沈浩明后，大家都开始各自忙碌，从来没有人在乎弟弟浩辰的感受。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浩辰不是在学校打架，就是各种闯祸。老师3天2头的给沈母打电话，沈母虽然是豪门太太，但也害怕老师的电话。同时他和沈父应酬很多，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他见许妍很有耐心，便让他帮忙带浩辰。而他刚把许妍拉进家长群，就看到班主任在群里发浩辰跟同学发生冲突。
还把人家给打伤了。许妍看了看正在逗狗的婆婆，只能硬着头皮去学校处理。处理完后，她本想着跟浩辰谈一谈，想知道他闯祸的原因，可浩辰并没有理会她，直接离开了。回到家后，许妍将学校的事情告诉了众人。婆婆嫌麻烦，决定将浩辰送去国外读书。这番话正好被回来的浩辰听见，他以为是许妍告状，才让妈妈起了送自己去国外的念头，因此把自己受到的所有冷落都怪在了许妍身上。你来了，先是让我哥喜欢上你，然后又讨好我爸妈，让他们都喜欢上你，结果没想到我不吃你这一套，然后你就想把我赶走，对不对？对。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出国的。这番话让许妍明白，小孩之前所做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想让家人的关注罢了。知道原因就会得到解决的办法。许妍表示，只要他保证不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自己有办法不让他出国。这又是什么招？隔天，浩辰去学习马术，往常都是哥哥来陪自己的，今天却是许妍来的，这让他内心无比失望。而为了吸引哥哥和爸妈的注意，他松了马镫，故意摔到地上，造成骨折。这方法确实好用，爸爸妈妈和哥哥都陪在他身边，可也就见效一回。沈母请来护工后，就因为工作和沈父匆匆离开，沈浩明嘱咐了许妍后也离开了。看到自己又是一个人，男孩将气都撒到了护工身上。不要走，你走，不要你，你不要就不要走。人呢？太不像话了！不是，大家许妍看见后，默默地将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并表示这4个星期都是他陪着，要是再不听话就收拾他。浩辰一听，立马来了鬼点子，他开始使唤许妍，一会要吃水果，一会要喝水，挑3拣4的，就是故意为难许妍。但许妍并没有惯着他。哥在的时候你就当乖小孩，你哥走了你就欺负我是吧？我是伤员，我是小孩，你欺负我，看我哥怎么收拾你。两人独自相处下，浩辰不再排斥许妍，许妍也用自己的方式靠近这个孩子。通过自己的方式，许妍成功和浩辰成为了好朋友。晚上，沈浩明赶了过来，许妍将自己录的视频拿出来给他看，明显能看出来男孩是故意的。现在的许妍是最懂浩辰的，因为浩辰想要的也是自己当初最想要的。小时候为了让爸妈注意自己，他也曾用过这个招数，可只要姐姐一出现，爸妈所有的爱都会加注在他身上。一个幸运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但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两人并不知道，弟弟根本没有睡觉。自此后，许妍成为这个家里浩辰最喜欢的人。而许妍为了帮浩辰完成心愿，她把画本拿给公婆看。在浩辰的世界里，爸妈回到家永远拿着手机，而自己则躲在孤僻的角落里。所以浩辰想要的不是 iPad， 也不是手机，他想要的可能是你们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时间。知道这件事后，沈父沈母也意识到他们的错误，于是他们都抽出时间陪伴浩辰，而就只是陪着看看电视。浩辰都是无比开心。沈浩明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为此特意送了许妍一辆红色的跑车。那么沈浩明到底有什么秘密瞒着许妍？他知道许妍的身世，又为什么要和许妍结婚？而许妍每帮他一次，都会拿出一样东西当做奖励。但不管沈浩明到底爱不爱许妍，这个家已经离不开许妍了。不管是沈浩明还是弟弟，就连婆婆也是一样。可回来了。怎么了吗？下个月初就是晨晨的生日，你看咱们怎么给他办好？他喜欢你，你想个主题，他肯定喜欢。我想想，事情交给你妈去放心。自从许妍当上财经新闻的主持人后，全家人都围在电视剧前看她。婆婆为此还特意挑选了一套珠宝送给她。此刻的许妍第一次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可就在她以为这种幸福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楼下大厅有一个姓周的先生找你。你还记得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也是在咖啡店。谁也没料到这位周先生与许妍竟有过一段意外交集。当年的许妍和周先生都在咖啡店内，各自与工作中介交谈着。许妍正为简历上父母职业一栏而苦恼，然而就在她愁眉不展时，面试官竟提出一个荒唐要求，让许妍在资料上作假，写成有国外经商经历。许妍一时陷入两难，内心纠结万分。就在这关键时刻，周同学挺身而出，及时阻止了许妍的作假行为。他认真地对许妍说，这种作假一旦被揭露，之前积累的所有信誉都会毁于一旦，未来的路将会布满荆棘。许妍听后陷入沉思，经过再三权衡，她最终决定以诚相待，如实填写资料。中介见无法忽悠许妍，便以各种理由拒绝为她介绍工作，随后气冲冲地离开了咖啡店。你这样，你这单我就做不了了，好吧？佣金有我也不拿了。哎，什么情况？许妍失落地走在路上，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又是一个公司拒绝她的电话。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她的心情坠入谷底。就在她最无助的时候，周同学出现了。他手中拿着2朵用简历做成的向日葵，递到许妍面前，温柔地鼓励她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那2朵向日葵在夕阳的余晖下，仿佛散发着希望的光芒。然而命运似乎并未打算轻易放过他们。就在这时，周同学也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他被公司拒绝的消息。不好意思啊，现在我也需要1朵。投资
资人手淫，不来了。那一刻，黄昏的光线洒在他们身上，两人竟成了同病相怜的苦命人。在交谈中，他们才知晓彼此的身份。回忆至此，许岩回过神来，看向面前的周泽远，好奇地询问他找到自己的原因。周泽远微微一笑，带着许岩来到自己的公司。一进公司便感受到一种蓬勃向上的气息。周泽远开始兴致勃勃地介绍公司的情况。公司近期完成了一系列融资，还在全世界各地开设了分部，甚至与各大知名机构达成了深度合作。此刻的他意气风发，浑身散发着功成名就企业家的自信光芒。二人来到办公室后，周泽远道出此次邀请许岩前来的真实目的，他希望通过许岩结识沈浩明，从而达成更多合作。许岩表面上不动声色，欣然同意，但心里却打起了小算盘。他提出想看看公司最近几年的财务报表，想对公司的实际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就在这时，一位朋友匆匆赶来，说有重要的协议要与周泽远签订。周泽远抱歉地看了许岩一眼，便和朋友离开了办公室。许岩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的过程中，起身去了一趟厕所，没想到在厕所里，他竟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现在接的活特别轻松，网站一做，啥也不干，1500呢，比你在剧组轻松多了。哎，要不你也过来吧？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他心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为了验证这家公司是否如他所疑是个皮包公司，许岩决定四处探寻一番。他来到公司的设备区，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操作着，却怎么也启动不了相关设备。他又看到有人打电话，走近一看，才发现电话线根本就没接上。再来到文件区，一旁的文件夹空空如也，没有一份有价值的文件。此时的许岩心中已然确定，